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2颗剑叶文心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剑叶文心兰英文叫做 Tollemnia， 它不是一般大家所知道的那种文心兰，英文叫做 Oncidium， 但是呢，它们开花开起来一样很可爱。上一次这2颗同时开花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11月底12月初，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从亚洲回来的时候，出发前他们还只是就是花苞，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盛开。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做了影片，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中文的影片，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英语的影片哦。那这2颗呢，目前呢，它上一次的花梗我都还没有剪掉。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我通常一般不会剪花梗的原因，然后跟什么时候剪花梗。那左边的这一颗是白色的，右边的那一颗是红色的。那我现在要给你看的这个其实就是说，你看它也是一样是有介质的方式在种植。那它其实它里面内杯的杯子里面，其实下面是有洞的，我有打洞。但是我为什么又用另外一个外杯呢？把它罩住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水位把它稍微的，就是在里面有放水的话，其实它就会有点像是有介质的半水根，就是在可能杯子的1/3以下的地方是有水，2/3上面的地方是没有水。那如果比如说是冬天，我就完全都不让它有积水，都没有蓄水池，我就是这样子摆着的话，它其实就是一般有介质的种植。那如果是夏天，它比较需要水的时候，或者是水分蒸发比较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有介质的半水根哦。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尝试根据环境的湿度跟季节的不同，还有你兰花需要水的情况，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调节。那这颗兰花呢，其实你看到它现在这些根系都已经往介质里面长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兰花它很喜欢现在我提供给它的养护的养殖种植的方式。这样子，它兰花根越长越下面的时候呢，它越感觉到稳固，越英文叫做越 establish 的时候呢，其实兰花就比较容易会开花。那它现在上面也在长一个新的侧芽，2个侧芽。那这个叶子它很饱满的，有点像多肉，它其实就是肥肥厚厚的叶子，但是它是属于文心兰种类的。那其实今天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这影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其实原因就是白色的这一颗它在本来的旧花梗上面又长出了新的分支它是一个次花梗 （secondary spike）。这个东西在蝴蝶兰其实不是说很少见，其实蝴蝶兰蛮长的，蛮常见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 Tollemnia 文心兰类的，特别是这种剑叶文心兰，这个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而且我在网络上面跟许多就是养兰花的这些兰友，我问他们也没有过这种情况，至少我目前在网络上面搜寻，我是没有看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没有人已经有养剑叶文心兰，然后也有从它旧花梗有长出次花梗如果有的话，让我知道，因为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挺新鲜的。接下来的3张照片其实就是一个花梗成长的一个记录。现在这个花梗还蛮小的，但是你看这个照片，它的花梗又长更长，然后它的花苞也都渐渐开始变大。然后这个呢，就是最近照的照片它的花苞就是越来越大。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就会又有花可以赏，到时候我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呢，我想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另外一颗剑叶文心兰好了，因为这颗其实目前呢也长得相当的不错，特别是在它根系还有它侧芽方面都长得比我预期中的还要好哦，而且它的叶子也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也越长越长。不过它目前这个老的花梗呢是没有在做任何动作的情况。那一般来说啊。我不剪花梗的原因，其实在蝴蝶兰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在节枝的部分、枝节的部分呢，会再长新的刺花梗出来。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说，即便它不长刺花梗，其实它原有的旧花梗里面呢，其实还是会有它的一个枝液哦。那这些养分有的时候可以被母株、植株本身再吸收回去，利用来长其他的侧芽或是根系等等。所以呢，我不剪的原因就是在这边，除非他们自己根系变黄干掉之后，我才会把它们剪掉。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做参考哦，就是说不要是花一落一凋谢一开完你就把全部花梗都剪掉。有人这样做没有错，那他们是觉得把花梗剪掉是能够让花重新再针对它要长叶子长根去。就是着重在那个部分上面，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我觉得它花梗里面还是有养分可以再重新被吸收回去，再做利用。所以呢，我就只有等到花梗变黄、完全干掉的时候，我才会把它就是剪掉。一样哦，这颗也是它的杯子本身底部是都有打洞的，然后我再用一个小的外杯把它罩起来，所以有时候呢，我可以用有介质的半水耕，那有时候呢，我就是让它完全没有积水的情况，就当做是一般有介质的这种种植方式在养这2颗兰花。哦，那你刚刚有看到我有加石头在它的最大的外杯里面，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让它增加重量，而不会很轻易的被我不小心撞到。那这个小小的片段呢，就是上一次它们开花的一个片段啊。右边的那颗白色的呢，就是现在有刺花梗的那颗。那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一颗剑叶文心兰呢，就是左边的这一颗红色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它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也非常欢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